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呢是《暗黑破坏神 1.4.0 PTR》的改动内容介绍。在拉垮了3个赛季之后，暴雪设计师有点太执着于复活自己的马了，以至于这期的蓝帖内容呢，我光是简单的翻译了一下篝火里没有详细说明的改动内容，加上暴雪给的新的暗金传奇威能还有职业的改动，就足足有12000字了。这是还没有算上之前篝火他们提到的内容，比如说淬火呀、词缀改动啊、太古装备等等，以及呢每次暴雪蓝帖都会精心为我们准备的答辩啊，也就是骆驼叫 bug 修复环节，全部的内容整完，我估计这些文字得翻个3倍左右。而这个 PTR 它甚至是没有包括第4赛季的主题内容的，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只能做一个精简的版本了，主要就是上期视频没有提到的部分细节、PTR 的相关情报、每个职业的新增装备，还有呢5个职业改动的整体介绍。那最后这个环节肯定是没法全部都说的，我只会挑出职业改动的一个重点方向，比如说法师的无限寒冰甲、死灵的血勇和召唤的变态加强、游侠的快速射击发射爆炸剑，还有野蛮人的大幅削弱来提一下。大家看完改动之后，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一下琉璃配了图的帖子，这样子你有了心理预期，玩 PTR 就不会慌了。当然，想要畅玩 PTR 的话，我们就必须用到加速器了。琉璃这里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啊，它不仅可以加速你的游戏，还能加速你的战网下载速度，让你下载 PTR 客户端更加轻松。我从暗黑3的 PTR 时期呢，就一直在使用悠悠来对游戏进行加速了。正是它提供的助力啊，让我可以在每次 PTR 的时候都优先进入游戏，从而第一时间为各位带来资讯。如果你此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下载加速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优惠兑换，然后输入琉璃子这个专属的口令，就能兑换到悠悠加速器的免费时长了。你可以利用这个免费时间来下载并游玩 PTR。如果你是新人不懂怎么下游戏的话，悠悠还内置了各种实用的攻略，从战网教程到互动地图和加点模拟都应有尽有啊，可以照亮你的暗黑之路。接下来让我们回归主题，首先呢就是上一次篝火访谈里暴雪没有提到的部分内容的概述。要了解之前篝火访谈，你可以看看琉璃之前的视频。首先是装备上，目前可以确定是多了5种新词缀，它们分别是每秒资源回复、击杀资源回复、击中敌人概率易伤、击中生命回复和基础技能等级5个。我个人感觉比较强力的词缀应该是击杀资源回复，这个词缀是能直接改变我们玩法的，可以让我们在割草层实现变相的无限能量，当然它的发挥要根据具体的场景来决定。其次呢是地狱狂潮的变化，PTR 的地狱狂潮除了更新了伏击机制之外，还会有大量的跟之前不同的战斗事件，也会有一个可以算得上是公共 BOSS 的血腥之女。而难度1和难度2的地狱狂潮呢，作为之后赛季里给大家开头体验的玩法，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便利性更新，就是不知道这里的神秘宝箱能不能出钢铁的门票了。大秘境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说明之外呢，就是对门票和提成方式的详细说明了。总的来说就是跟暗黑3一样，你打得越快提成就越快，而消耗材料开启大秘境的人现在是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的。这下跟兄弟一起刷大秘境就得抢着买单了。PTR 方面呢，暴雪令人惊讶的开启了多个服务器，和暗黑3不同啊，我们现在可以选择韩国或者日本服务器来进行低延迟的游戏，不用顶着上百的ping去测试各种东西了。而和暗黑3的 PTR 一样啊，暗黑4的 PTR 也有专属的商人。如果你不打算重新体验练级的话，可以在主城里找到一个 NPC 来进行100级直升。除了等级之外，还会给你提供金币、低语币以及各种各样方便你开荒的资源。而且这个直升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不停的建小号来获得这些基础资源。那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职业改动了。为了方便各位理解，琉璃这边除了对装备进行翻译之外呢，还尽可能的添加了对应技能的截图，这样就算你不开游戏也能了解到改动的具体情况，不用去啃英文的生肉或者看机翻了。按照之前的惯例啊 ，PTR 的蓝帖亚服的官网应该是不会翻译的。而这期的蓝帖改动又太长了，我光是把目前这些内容翻完配图就花了差不多7个小时。国内的暗黑社区应该也没有冤大头来做这个亏本生意啊，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看在这个份上呢，给本期视频投2个硬币支持一下。没硬币的朋友呢，点个免费的赞就好了。通用装备方面呢，第4赛季新增了2件暗金啊，它们分别是满血攻击可以触发神圣弹幕的泰瑞尔之力。那么注意，第4赛季里呢，绝大部分这种造成多少点伤害的传奇威能，现在都是会享受到我们角色面板的增益，而不是跟之前一样只能吃到一部分独立增伤的。所以呢，这类打固定伤害的威能相当于都获得了一波加强。除了泰瑞尔之力之外呢，还有接下来的野蛮人沉默、游侠的手雷等等。
除了衣服之外，新赛季还有一双释放技能的时候呢，概率触发其他冷却技能的暗金鞋子。传奇威能呢，则新增了滴血闪避冻结敌人挂衣伤的威能，以及一个攻击敌人概率眩晕的输出威能。野蛮人在第4赛季里获得了2个暗金，分别是征服先祖召唤的裤子以及征服双重横扫的手套。此外呢，还多了一个征服纯墨用的传奇威能。德鲁伊这边是新增了一个征服3崩的暗金戒指，以及一双随变形时间来征服自己的暗金鞋子。基础技能重欧呢，也获得了一个对应的传奇威能。死灵是新增了一个征服枯萎的暗金护符，还有一个可以让血勇变成变相的施暴的暗金手套。这个手套的数据有点太变态了，感觉血勇有了它最少翻了2到3倍的强度。等 PTR 我把它刷出来再看看具体的属性吧。召唤器这边呢也得到了一个征服骷髅的威能，不过它是没有增伤只有控场的，多半死灵是不会带的。游侠这边直接多了2个暗金戒指，其中一个呢可以让快速射击释放爆炸剑。如果真的让它变成 AoE 输出的话，远程游侠就会变得非常强力了。因为在当前版本快射的输出实际上是很足的，只是受限于只能打单体导致你日常刷图还得配一个对群的技能。但有了这个暗金戒指之后，只要这个爆炸剑它的输出范围有手雷那么大，那么远程游侠的强度就一定不会太低。快刀乱刺这边也配合了一个新的暗金戒指，主要就是用来配合手雷玩法玩的。乱射则是多了一个配合的传奇威能，让它可以穿透敌人并且射速提升。法师这边的装备就要多一件了，除了篝火就展示过的暗金冰封球召唤混合的护符之外呢，还有一个让穿过火墙的火焰剑分裂并且造成伤害提高的暗金手套。传奇威能这里有一个巨幅提升焚烧的威能，还有一个气防强攻的输出类威能。除了这批新增的装备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暗金和威能的改动。像放逐领主项链这边虽然加了音效，但是也砍了具体的增伤。不过现在它消耗的资源变少了，用它最多的野蛮人呢可以少锤一次就触发必定的压制了。迪伯特意志也遭到了削弱，现在这个裤子会更多的作为回蓝的主件，而不是无脑选择的增伤主件了。违抗威能也进行了调整，现在它的叠层不再独立，一些攻速慢的玩法也能带它了，就是它的增益数据也被砍了一截。这一次的改动呢，还直接重做出了2个闪避类的威能，可以在闪避敌人攻击之后回血或者是强固自己。传奇威能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呐喊类的传奇威能现在通用了，重点就是无畏酋长跟怒回荡。现在德鲁伊的2个吼呢，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享受到野蛮人的这2个专属威能了。看来德鲁伊这赛季还多了一个牛头人形态。此外呢，最重点的改动就是召唤物现在是可以继承100%的玩家基础属性的，在此之前这个数据是30%。虽然暴雪它多半不会改随从的攻击系数，但这对召唤死灵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了。荆棘 AoE 的威能现在也变成了召唤物可用，这也是对死灵的一个大加强。最后呢是职业方面的具体改动内容了，这里的数据实在太多了，我建议各位去看帖子。我会简单的说一下具体玩法的改动，像野蛮人这边就是对冲锋的小刀，以及对先祖锤和相关压制玩法的大刀。对冲锋的伤害改动是不算太致命的，但是对冷却动刀就有点难受了，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之后的淬火词缀来补充回来。像先祖锤这边就是纯粹的削弱了，之前200怒气可以提供200%的增伤，现在只能换来40%的暴击几率。虽然呢现在它让我们满爆变得更加简单，但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改动，先祖锤现在的爆发伤害可能10不存1了。但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的资源回复拉足，现在就可以用必爆的锤子一直无脑的敲了。主副的收益甚至比这个版本还要高啊！虽然伤害低了很多，但整体的流畅度是得到了提升的。配合多武器的系统，加上淬火给的额外词缀，没准了砍完了依旧可以灵车漂移。而除了砍压制之外，暴雪是还在抬成魔的玩法。目前我看上去比较靠谱的就是双重横扫成魔，用成魔来补充 AoE， 用横扫来打单体输出。德鲁伊这边主要就是各种小幅度的加强，主要的强化方面就是变身系，也就是变熊熊跟变狼狼的技能，配合呢从野蛮人那边牛过来的2个呐喊系装备，新赛季也能衍生出一些不错的玩法吧。不过我德鲁伊玩的实在不多，这边就不多说了。死灵的感动那就可谓是强而有力了，上来就直接删除了血雾的减速。虽然这并不能改变死灵还是小短腿的事实，但多少也能证明设计师在玩游戏了。而分解的加强我们就直接跳过，重点来看看纯招的改动。首先是王者大军的标签加了一个召唤，这个在召唤玩法里关键的大招，现在终于是可以吃到召唤类的增伤了。被动方面呢也进行了优化，像是鼓舞领袖现在会直接提供暴击，而非常弱智的卡兰法令现在直接变身了，成了根据随从数量直接提供攻速的实用技能。王者之书这边也进行了大幅的加强，现在骷髅们的强度才对得上他们牺牲带来的收益。
骷髅战士这边比较重点的有2个强化，分别就是骷髅嘲讽附近敌人，还有骷髅继承经济数量提升，以及呢骷髅攻击直接刷死灵自己的 CD。骷髅法师的强化重点应该就是冰霜法师的攻击必定挂1伤，以及白骨法师的攻击有概率释放角色自带的骨毛或者是白骨碎片。而傀儡这边就比较逆天了，铁傀儡的震荡波伤害是直接翻了4倍的，触发的频率也翻了1倍，等效是8倍的输出提升。上一个被这样加强的技能还是野蛮人的冲锋啊，这个强化总有点赚头饭的味道在。传奇威能方面呢，也大多数是对召唤的加强，比如说原本只能加骷髅法师的威能，现在还会买1送1，额外送你2个骷髅了。而提供骷髅的那个威能，现在变成了让附身祭司的 30% 独立增伤 40% 回血，按照一定比例增幅到我们玩家自身身上。王者大军给的攻速现在变成了伤害，不然呢配合加强之后的邪性领救被动，一威能直接可以拉满 150% 的增伤，也太强了。不过由于卡兰的改版配合其他的词缀，我们给随从堆100%的攻速还是比较简单的。孟德恩戒指呢现在也得到了改动，现在它的触发是更加的稳定可控了。当然它的最大作用还是提供现在比较稀缺的仆从攻速。PTR 出来之后，我应该第一时间就会去体验一下召唤死灵，希望不要因为强度太高来导致挨刀吧。而除了召唤之外，死灵的暗影系玩法和学用也都有加强啊，这里就不再多提了。游侠这边的加强不算太多，除了看上去很暴力的那个快速射击之外，就是一些基础的技能啊，还有被动的强化了。那和野蛮人一样，游侠也被暴雪强行扶持了一波手雷体系和剑雨体系。在版本改动之后呢，这2个体系应该是可以运转起来的。但如果快射爆炸剑没出啥问题的话，大家应该都会去尝试爆炸剑就是了。除此之外，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暗影帷幕在移除的时候会自动对周围敌人放暗影灌注的这个威能，还有几个可以大幅增加闪避的威能。法师这边的加强也挺多的，但最逆天的还是这个寒冰盾的改动啊。它的一个强化分支现在改成了寒冰甲在持续期间内，你每消耗50点的法力就会减少技能2秒的冷却。这个技能原本就是20秒冷却6秒持续的，新版本的词缀改动下，我们本来就能得到比之前更多的冷却了。那这样一来，只要你把能量循环的构筑好，寒冰甲这个实用的防御技能就可以实现涌动了。就是只要怪没有办法秒掉法师，我们就可以依靠这个技能来无限的刷盾，获得极强的生存能力。这一基础上呢，法师还获得了大量的增伤改动啊，减伤的威能也得到了强化。就抛开暴雪大力扶持的焚烧体系不谈吧，光是现在这些加强呢，配合无缝的寒冰甲以及加强之后的碎冰，就足以让法师在高层的大秘境里畅游了。如果大秘境的算法跟普通地下城一致，那么带祭坛矛的法师很可能会是第一个击穿大秘境的职业。不过由于暴雪并没有放出淬火的词缀列表，所以具体的强度就还得等 PTR 实战再说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熬夜到现在准备睡觉的琉璃啊，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